好，来看看今天小狼给大伙儿带来一个来自于我们的这个金门大帝啊，也是整个咱们这个《三国志2》当中为数不多的几个大神之一啊。我也是解说过他很多的视频。这次呢，给大伙儿解说的是全程马战版啊，进血进武器的比赛啊。当然，很多人说，那你都马战了，还进什么武器，对吧？说的也是啊，说的也是。但是呢，主要是进血啊，这个确实是挺难的啊。然后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啊，这个跟高手学习。这个马战呢，很多人说马上黄忠最厉害。其实呢，远程的话当然是黄忠最厉害，但是近战的话还得是魏延。魏延呢拿的是短柄武器啊，就是他手里拿的这个小太刀。这个小太刀呢，这个咱甭管是村宇还是什么郑国什么的啊，甭管是啥，反正呢就是一顿挑飞。虽然说其他的角色也可以在马上用这个投技啊，也可以挑，而且其他人呢是长兵器，但是呢就是没有魏延强。我不知道大家伙能不能理解我说的啊？魏延可以各种往前小刀啊，你看小刀捅着，在后面那个我记得以前玩那个夏侯恩的复仇的版本还可以无限刀啊。这里面呢咱们就可以这个用来捅着，然后用来一撅，主要是进血啊，这个比较难，这个版本不用多说，然后可以看到就捅就行。之前我解说过好多的这些啊，包括像什么战狼版呢，主要是它 AI 比较强大，然后再加上所有的小兵和 BOSS 都差2。但是很多人问我，小狼你玩那个恐龙扛狼 Plus 版呢？那个版本呢，其实严格来讲，如果不是角色都加强了的话，还是按照原版了的话，那就不用说了。那个版本啊，那我估计没有人能一命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所有的这个也不能说没有人能一命，能啊，但是你说把一命是不可能的啊。他可能玩个100把能出1把，也许吧。因为什么呢？在原本的基础上啊，智商增加啊，就是因为战狼版本身智商增加，恐龙扛狼 Plus 版呢也是，但它所有的这个血量啊都翻倍，就连 BOSS 的血量也翻倍。那你想想，那得多难呐！那战狼版本身都难，对吧？啊，但是双人的话，我觉得还是有机会的啊。今天我也是研究了一下地下城手游，我发现这个手游应该挺拉的。我实话实说啊。这个按理说呢，都应该让子弹先飞一会儿。我也玩了一把啊，然后我发现呢，首先呢，它的这个职业呢并没有太多，也就是说呢，除了原本的几个职业之外呢，这个加上了转职，就只有2个转职啊，这个好多转职都没有，所以说我觉得就玩了一般。我不知道大家伙能不能理解，而且画质啊，还有玩法都感觉就是比较复古。然后呢，结果充值这方面呢，就显得比较这个现代啊，各种又战令又什么的啊，这个，所以说觉得应该不行，就即便行，它也应该是非常的烧钱，非常的烧钱。本身地下城强化增幅啥的就烧钱，跑不了，你知道吧？所以说，本来我就玩不起，我就不玩了啊。我估计也应该是这个样子，但是也许吧，有人会玩，有人会火，当然我手机还不行，手机可能还有点老，对吧？所以说比较嘚儿了啊。好，来看看这里面很多人说为什么一直能骑马啊？马战版就是你只要想骑马，它就可以直接骑马，是有一个快捷骑马的啊，就是你在哪儿都可以骑马，想骑就能骑。当然你也可以选择不骑啊。但马战版就是为了让你骑，有好多人就觉得。如果让我正常玩我会玩，但是让我玩马战版我玩不了，这点呢也确实是啊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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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里面很多人说，哎，对吧？同样都骑马，哪个 BOSS 厉害啊？我觉得骑马的 BOSS 都很厉害，只要会骑马都很厉害，包括那个纯干岛啊，纯鱼岛啊。为什么叫纯干岛呢？因为它确实写的是干的字儿啊，没有那个勾。只要能骑马都厉害。徐晃不会骑马的人，即便是吕布，我觉得也懒了啊。然后会骑马的人呢，一旦不骑马就比较弱了。夏侯惇还算强一点的，真的，夏侯惇还算强一点的。而那个什么纯干岛啊，什么这个徐晃啊，只要不骑马，还是挺一般的啊，挺一般。这个夏侯惇呢，又会跳起来大作，又会撇雷，又会冲。对吧？还会各种喷火呀什么的啊，伤害也不低，被称之为新手杀手，也不是给你盖的。捅2下一个撅，你看他这个大头贴像不像徐锦江？他就是按照徐锦江来的，我跟你讲，真的绝对是按照徐锦江来的啊。
噔噔噔。好，摇的有我快吗？我剩7秒钟必摇，我用键盘剩7秒必摇完啊！不知道大伙能不能懂我的啊？马战版不是不能上马，是随时不是不能下马，是随时随地都能上马。淳于岛英文名百度，它那个叫罗马音，它那个是世界版啊，世界版的剧情跟《三国志》不一样，《三国志》是《三国志2之赤壁之战》啊，然后世界版呢就是主要是成吉思汗、什么忽必烈啥的，乱七八糟的啊。剩余11秒的太狠了啊！当当当当当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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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，有的时候你看他们玩，为什么他们我一玩就腹背受敌，我一玩就腹背受敌，他们一玩就感觉可牛了啊！这凭啥呢？这感觉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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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呀呀呀！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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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！我没骑仙鹤，我不是这个走位，人家就能走，我就走不了位啊！我走位就懒闲子似的。好，就是我害怕骑马的原因不在于左右总是那个不好调，左右不好调可以适应，但是总是被包围，然后呢不会马上投技。但是呢，我看旧城我也能投出来过，但是我不是把都能投出来，我不知道为啥。它明显就是，比如说上前就可以把人投，但是我就不人家就能把都能投，为什么我就不能？我不知道为啥啊？难道这玩意儿有快捷键吗？就是一键投吗？我不太懂的。当然，即便是有快捷键，我也是懒子，我知道的啊。啊，卡外轴。感觉对于他们来说，骑马比地面上还厉害，看没见？这个我会啊，冲过去这么一扫，这招我会啊，这招。好。啊，这个挺好的。一顿撞完了之后 ，A 2下还能接一个头。他是哪有这么大劲儿的？拿一把太刀捅到人身上，直接能撅飞。你知道这个许褚长得多壮吗？这个许褚，我看他这个身材比例的话，我个人感觉他大概得有470、80斤。我实话实说，真的啊，他单臂能把人撅走。那我感觉，那我相信大王能杠顶了。我实话实说。我相信秦武王淫荡啊，能把那玩意儿举起来了，虽然说被砸死了。美牙美玲，好，那撅的话还能往身后撅，往身前扔，往身后撅啊，这确实屌啊！好，这个在3美的地方骑马感觉有违和感，是不是啊？克拉克把陈国汉扔上天，对吧？克拉克把陈国汉扔上天，这个吧，这个第一呢，他用的是双手，啊，对，他用的是双手。草剃精单手能把那个大猪举起来，啊，也是单手。但是你毕竟拳皇那个游戏，它多多少少有一点超能力，而你《三国志》它就不是超能力啊，它就是历史当中的人物啊。虽然说都是名将啊，都是名将，但是说它毕竟是三国里历史当中的人物，对不对？你草剃精会发火。对吧？小草莓会那个宅沟通，甚至是作为一个拳皇的格斗比赛，居然还能插雷管，用刀，还能用还能用枪啊，还能那个拳皇2000里面还能用枪
啊，还有什么，对吧？还有用棍子的，用大锤的，这玩不玩赖啊？多玩赖呀，对不对？那猴子往手上整叉子，单手把大猪按到地上倒是可以理解，你单手能把大猪举起来，哎，还能挺一阵，然后咣炸一下，对吧？当然，我就认为他是超能力好了，对吧？你像有好多都还好一点，你像那个比利嘚儿拉架，那毕竟拿着那个三节棍可以时常怼你一下，我倒是可以理解。还有就是他那个升龙腿可以撑杆跳，我觉得也是可以理解的，那就是撑杆跳嘛，都很好理解。啊，转上面有火也好理解啊，对吧？给那个三节棍上放上油，点上火也能转，都还好。玛丽能把大猪扔到天上，玛丽那个也是一顿甩啊，一顿甩，然后有那个离心力，把人甩到天上也还好一些啊，毕竟也是双手嘛啊。游戏方面牛顿管不了，有好多太不符合物理的，我觉得还是那个金家潘作为跆拳道啊，金家潘那个跳起来正反腿的那个必杀，尤其是爆了气之后啊，一个跳起来正反腿。在空中啊，啊！我真是扯犊子，真事儿的啊！那牛顿直接棺材板都盖不住了啊！小草莓那是肯定是超能力，对吧？你绯红女巫超能力，那还可以凭空把人举起来呢，对不对？那你超能力是超能力，对吧？所以说我觉得拳皇还好一点，毕竟人是超能力。但是你金家潘就不是超能力的，还有猴子。猴子在天上飞，他还能在空中我往上飞，我操，那不扯犊子吗？啊，对吧？那地心引力都没有了，我是万力王都直呼内行。很多人说为什么是万力王不是万磁王啊？万力王是万力王啊，它主要是可以控制这个传说中的这个引力啊，所以说叫万力王。万磁王是可以控制电磁力，所以叫万磁王。都是基本作用力啊，这一共有4个力啊，一个是强作用力，一个是弱作用力，一个是电磁力，一个是引力。实际上一共有这4种力啊。好，街霸巴洛克，他主场还好一点，能飞到那个网上，然后从网上再过来进攻你，也是挺逗的啊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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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好。利用地球的地心引力，宇宙间的万有引力，加上你和敌人体重乘2的双宝，如果这样你都摔不死他的话啊。哎，他这个前跳这个转也挺爽的，真的挺爽啊！好，在水里骑马，但是没有水花啊，这个设计的不太好，因为他知道这里面根本就不可能会出现马。OK， 等他一个大前突刺，修金。地心引力，引力就是引力呀。就无论你说的重力还是什么那个，还是什么那个啥的力啊，这都是引力嘛，就是物体跟物体之间都有引力。理论上来讲，再小的物体和物体之间都有引力啊，但是引力实在是太小了啊。即便地球这么大的，对吧？地球这么大的这个物体，它的引力才能把人留在地球上，对吧？引力比较小，不如电磁力啊。电磁力看起来比较实在，对吧？啊，咱们应用的大部分的力都是电磁力啊。强作用力的话呢，可能比较好理解，就是分子、原子之间的力啊。原子核能聚住这些东西，就是靠强作用力。听起来好像是微观的力有点弱，但是其实最猛。地心引力。不过地心引力啊，就是到现在它的原理是啥呢？还没有明确的定义。很多人说，引力就是说是物体和物体之间啊，它的这个
对吧？他这个都有这个引力，但是这个引力不像大家伙想的那么实在啊。好，直接一个血杀。上面还有个包子没吃，哎，那个包子看起来真好吃，那个包子应该是东坡肉包吧？什么馅儿的？那个包子我感觉应该是3鲜肉馅儿的，绝对是的啊！梆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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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梆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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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再冲过来啊！最出名的不是张伟丽吗？什么张伟丽啊？叉烧包。1枪、2枪、3枪，哎，看没看见？越有钱的人跑得越快，并且呢越安全；越没钱的人在后面就直接死了，看没看见？非常的现实啊，非常的写实，弱肉强食啊！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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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！感觉有这个马，有的时候比这个地面上打得快。你看，捅着捅着啊，你看对吧？可以再捅其他的，这个兵又不倒，快死了那就一个撅，直接撅死就行。你看，捅2下不会倒。在马上感觉特别好控制啊，但是用马来打这个纯鱼岛，我觉得更有意思啊！勾引出来，勾引出来之后呢，给它勾引到柴火垛上，然后让这些小兵后退，啊，给它撅后来，然后直接前顶啊，在这个位置上前顶，这就无限顶，这个纯鱼岛又不会倒，还能被你无限顶啊！这个真是高手啊，兄弟们，真的是高手了啊！进跳应该没有，但是应该能打，我觉得应该能打，不用跳应该是能打的，对吧？只是没有人玩。我操，这纯鱼岛死的是真惨啊！这个柴火垛是他一辈子的噩梦啊，真事儿的啊！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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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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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，这小曲儿也挺那个啥应景的啊！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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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，来给大伙儿听一个非常清脆的声音啊！啊，一顿小前冲。一顿扎，看哪个扎过瘾啊！感觉给身上投几十个透明窟窿，你看他就用这玩意儿控兵。这家这个投技啊，各种一撅就直接撅到身后，或者扔到身前，然后用来砸人。你看，往他身后一扔可以砸人，设计的真好啊！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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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。当当当。好，一会儿看看他是怎么骑马干安美的啊！我就想看看他是怎么干安美的，对不对？安美是很重要啊！关羽不是用的少啊，大神们不用关羽是因为关羽确实啊太综合了，并没有特别突出的东西。对吧？它是主要是对于新手来说特别的友好，但是呢，大神也知道它基础伤害比较高，用来打无伤的人啊比较多。玩《三国志2》用打无伤的人都是用关羽打的啊，原版。
但是呢，其他的角色啊，比如说你要论单体爆发 ，pass 最高的是赵云，人脑最高的是黄忠，马战呢比较强的人是魏延。但是呢，咱也不能说马战强的光是魏延，魏延什么都很强，他是普通攻击最接近这个关羽的人，除了这个1、2、3、4，最后呢。关羽是踢出去，他是直接砍的话没有位移，踢的话是往前有一个小段位移啊，这点不一样。但是呢，魏延比关羽多太多的东西，比如说魏延的下上手就比关羽有用的多，他是拉刀腿啊。还有一点呢，不光是这个拉刀手，还有下跳。关羽的下跳呢，一定要先往后仰一下，再往前冲，所以说非常的慢。而这个魏延就是直接就往前顶啊，就比较简单啊，就比较好一些，这是不太一样。剩下其他的魏延呢，这个攻击跟关羽非常的像啊，但是呢，懂的都懂啊，所以说很多人都哎呦有危险，看没见？看来这个肥肥也不好说呀。再呢就是张飞，张飞的话呢，其实啊，往往都是作为一个吉祥物出场啊。张飞的话，对于新手来说，还不如那个啥呢，还不如那个对吧？这个张飞反正不太好整。张飞是有一个特别牛的麻花座。但是你得会啊，你得会那个麻花座，所以说有好多人玩那个游戏啊，都设一个红，这一个红的话，这个麻花座呢就可以一键麻花座啊，就像那个老桑杰列夫似的。我的名字是夏侯恩，夏侯恩，咱们进武器啊，他身上那个武器用处不大啊，就无所谓了啊。好，桑杰列夫是谁？也是卡表的游戏啊，卡表的游戏最著名的街霸里面的苏联，对吧？这个就是对吧？这个游戏也一样啊。很多人觉得《三国志》好像跟街霸这个不是同一个游戏，就感觉完全搭不上边儿。事实上，这个游戏的剧情肯定是搭不上边儿，而且玩法也不一样，一个是格斗游戏，一个是闯关游戏。但是呢，它俩不仅是一个公司出产的，而且还有彩蛋啊。那么技能都非常的像，你比如说魏延的这个技能下上腿，不就是那个骨裂的下上腿吗？还有赵云的赵云的下上就是升龙拳，他的下上是是白人的升龙拳，他的下前上是红人的升龙拳。而且通关之后呢，还有白人跟红人的发波和旋风腿啊什么的那个小人的彩蛋啊。三国志对吧？啊，是一个意思。这里面的这个张飞的苏联大作也是有啊。桑杰尔夫，哎，反正是音译的，叫啥都无所谓了，爱谁吧啊！啊，你看他控兵控的太好了，不过这个包子他都不吃，哎，包子不吃的，这么稳的吗？不是这个投技，如果有一键投技的话，真的是有点赖的，兄弟们。假如真的有一键投技的话啊，虽然说我肯定还是懒子，但是我觉得真的好恶心的啊！你看他一点都不慌，看不看见？残血有俩包子他都不吃啊！我感觉他玩的是真的，人家这个技术就敢，对吧？哎，不吃，你看，啊，很多人说那不进血吗？怎么吃？哎，我就逗你们呢啊！所以说显得比较危险啊！我记得我当时玩的特别有意思，在这里直接打出来一个啥？直接打出来了一个那个大鱼。不过这里跟大家伙说，进血难度并不是说不吃血有多难的问题啊，最主要是地上有血，你还得躲开的。这个马，你骑上马一吃，它直接就那个啥了啊，它直接就那个吃了，它不像说它踩在那儿你走过去没事儿。骗弹幕，哎呀，能骗一点是一点，你直播，哎呀，哎，骑马打曹操可以啊。说实话，现在这个我今天一看斗鱼这个样，我说实话我是真懵了。我操，打这个打的真快，你看啊，他这个熟练度好高呀，熟练度太高了他。当当当当当。当当当当当当。来个三国，刚才我已经来三国了呀，刚才已经来三国了啊。
噔噔噔噔噔噔噔。好，踏，可以啊，看看撅几下啊，撅几下。好，一个撅，小忍，小不忍则乱大谋。后面那个兵，你看后面那个船舱那边那个兵搁那干啥呢？搁那想啥呢？看，那小兵长得挺帅啊！我说实话，懂呀。阿明怎么那么轻松就过了？你以为我呀？那高手跟我要能一样，那能叫高手吗？对吧？这人是真虎啊，名字叫虎。有的时候他。你就是这个世界上，我想问一下，有姓虎的吗？你看他们一般说许，应该就是姓；这个龙应该也是姓，啊，也可以是名字啊，也可以是名字。然后刚才那个董应该也是姓，我是这个意思。但是有姓虎的吗？你们，我知道有姓狗的，而且还不是那个，就是那个犬啊，就是那个狗的那个狗，啊。而且有姓杨的，我也认识，就真的是克隆绵羊没爹没娘那个羊，啊，三国时期也有姓杨的，大家伙都知道，玩三国杀的人都知道啊。美羊羊，虎敬辉是谁呀？啊，我真不认识，兄弟们，这个涉及到我的知识盲区了啊。动物里面姓朱的有没有？我知道正常的猪有啊，但是那个，对吧？姓狼的，好，大龙虾，我真不认识啊，我不认识啊，我要认识高低，我不可能那么啥啊。猪八戒就猪刚烈是吧啊？美羊羊，姓狼的有没有兄弟们？就不是那个朗那个朗什么，还有那个郎平那个郎啊，姓焦的肯定是有啊。那刚才那个小兵不就是吗？但这个铁针他应该不姓铁，铁针就是按照他的形态啊，因为他打扮的像个铁针，所以说叫铁针啊。呀。啊！一顿捅，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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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。你是虎精，那个虎力大仙算不算姓虎？那倒不是，那说是名号啊，那都是啊。哪一个是赵雄？这个赵楚是比较偏肌肉社啊。我操，这个可以这么跳下去的！野木真，好，小张飞刀，这小张飞刀挺狠啊！该用血杀用血杀，一点不能吝啬啊！那个叫赵雄的，真是太熊了啊！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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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当当当，好，一个后撅，哎，周六，好，来看看啊，这个打这个张辽其实挺费劲，在于哪儿呢？主要这哥们儿吧不老实啊，移动速度快，他比其他的 BOSS 快，你看没看见？正所谓啊，这个移动速度快啊，是挺讨厌的。
张辽这个武器搞笑，这个武器咋搞笑了？它这里面设计的挺有意思的啊，有刀啊，有这个锤啊，这个有这个小锤，有盾，而且还有远程兵器，近战非常厉害啊！一个小交流，富婆快乐棒，当当当当当。好，看看倒数第2关啊，这关是被誉为最难的关卡。所有的游戏啊，什么游戏是倒数第2关不难的？你像名将也是，三国志2也是啊。就我的意思是，对于新手来说啊，恐龙快打也是。三国战记不是。三国战记最难的关，我觉得应该是左慈。我觉得应该是左慈啊，它不是最后一关，也不是倒数第2关。啊，很多人说不对呀，最后一关按理说是最难的，对吧？但是我个人觉得啊，左慈难，真的对于新手来说啊。合金弹头3也不是，合金弹头3呢是倒数第2关最难啊，但是呢，合金弹头3的倒数第2关实在是太不像倒数第2关了，因为所谓的最后一关太长了啊。合金弹头2。合金弹头1最后一关也简单，忍者棒球啊，忍者棒球确实，忍者棒球呢最后倒数第2关不难的啊。黄金狮子头。好，阿紫啊，这里边骑个马靠墙站，确实赖。来，你看那个肥肥笑的四颗大牙啊，4颗大牙。好。好，看看啊，这王感觉姓啥的都有啊，姓啥都有。OK， 哎，站在这个位置安全啊！这个石头居然没啥事儿，看没见？这关的剧情也是非常长。你看这个游戏最后一关的时候吧，这个剧情也比较短，一上来华容道，然后结果就趟个水，然后就到最后一关了。而这个其他的我就没法说了呀啊！这玩意儿就是该说不说啊。好，他不会被打，不是。他会不会打起来？他可以随时召唤马出来，而且马不是冲出来的，是一直在身上贴着的，你可以随时随地上马的啊。你看，哎，对，直接把马招出来，你看啊，就是这个样子啊，这个设计就非常的离谱啊。OK， 来看看现在作为倒数第2关啊，这个地图呢，我觉得最嘚儿的地方是前面有那个铁针，还有那个这个什么来着？那个，然后它是斜角的，它这个图层啊不是很好掌握啊，但是它一顿倒狙就非常的烂。非常装备马牌了，就玩那个传奇世界，还有传奇3。
对吧？这个想要跑地图的时候，然后摁一个什么什么地图，摁完了之后呢，直接就那个啥，直接就那个，这个叫什么来着？这个叫，这个就是反正就跑得比正常快，但是战斗的时候必须要下马。啊，一顿小撅。赵深，就赵深是最白的是吧？赵深应该是最白的啊。但是这个名字，你说赵家五虎到底谁是老大？我当时我研究了一下啊，赵锤、赵楚、赵明，个人感觉赵明应该是老大，但是赵明黑不溜秋的啊，这个就是赵明啊。然后赵锤、赵楚，赵深呢肯定不是老幺。因为赵深这个名字啊，赵深这个深这个名字，一般来讲，这个就是属于，也差不多。赵深呢显得比较富裕一些，啊，所以说赵深应该真差不多啊，最白净的一个啊。赵云是老大，那赵云是赵四儿那是。你看他打赵家五虎跟玩儿一样。很多人说那个猪放那儿怎么不吃啊？都快死了啊！不让吃啊，进血啊。所以说，你看这个版本进血确实挺难的啊，而且它有好多血，它并不是废的血，主要是血杀。但它不血杀呢，还真不行，这个有点难，一直骑马的不让下马啊，而且伤害还比较刮痧。啊，你看他能忍得住，他咋能忍得住的呢啊？我感觉我就忍不住，有的时候我就慌了。他这个走位就比较灵性。赵雄叫熊的应该不应该是老大啊？咱们看，你看三国里面看那个曹操的儿子曹雄，你那个儿子太熊了啊！这个熊的话呢，就是怎么说呢？而且还病殃殃的啊。赵锤、赵楚应该都有说法。这个赵深要不就老大，要不就老幺，大家伙能理解吧？啊。后面闪现个人没有啊？这个你们招老板啊，你这个吓不倒我啊！又开始玩恐怖游戏，你小狼，你后面有个女的啥的啊？这个难哎！我跟你说，难点并不是在于进血了，现在难点是这个血放在那儿，咱不能吃啊！你走位不能走到那儿啊！玩的稳啊，那就是超级大神啊！那不是超级大神能这么玩吗？马战版，噔噔，好的，一顿射啊，噔噔噔，好，难这个，来一看看，一会儿这小懒子啊。两个人骑马对战，但是还是要把他从马上打下来啊！如果不能把马上打下来，就太嘚了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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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来看看啊！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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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感觉真太稳了啊！这个地图让他这么玩，感觉毫无难度。你看，感觉毫无难度，这 BOSS 都变傻了，为什么他这样了呢？真的 ，BOSS 都变傻了呀，对吧？好。当当当当，徐晃啾啾。哎，你看他们会卡这个兵啊，
卡这个兵倒是很简单，我倒能理解啊。但是为什么我卡的，即便是只有这一个兵了，不是关键兵，他还会再刷？有的时候不知道，你看这个兵死了，哎，他为什么 A 这一刀马上有蜘蛛感呀？他为什么 A 了这一刀之后，他马上就躲开了？因为他知道这个 BOSS 要爆发了，这个就比较离谱了啊，绝对是有蜘蛛感呀。当当当当当当当，好，化溶道。哎，这个血没事随便吃啊。这个主要吃的话，为了快速过图。如果你不吃的话啊，咱们还要等好长时间啊。其实这一样，箱子你不打也得过好长时间的啊。反正吃也不加血，该吃。这里面直接骑马过来。最后一关比较短啊，一共就这一个地图啊，它不会闪现出地图，而且比较快。徐晃厉害还是张合厉害？那你按照我个人的理解呢，按照前期来讲，肯定是徐晃厉害啊。曹操的嫡系爱将，被称之为周亚夫之风。但是如果要对魏国啊这个势力的总贡献来讲，徐晃呢可能不如这个张合，而且徐晃的官没有张合大，主要是张合后期猛啊。张合一直活到后期啊，人家已经干到了魏国的这个车骑将军，对吧？这就不一样了啊！这车骑将军的话，相当于蜀国里的张飞的位置啊，那不是跟你嘻嘻哈哈的啊。而张飞跟张合两人打的时候，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啊。两边的士兵开始加油，张将军赢了，张将军赢了，哎，张将军赢了，反正都姓张，爱咋地咋地，对吧？有草地不让进武器，不让用啊。再说骑马也不能装那个草地剑啊。你看我玩的太稳了，把攻击距离卡的太明白了啊！这是真大神才能这么玩。我要有这个技术，我说实在，我这真事儿的，我直接我就不是跟你嘻嘻哈哈的了啊！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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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。你看攻击欲望很足啊，这个版本攻击欲望特别足的啊。虽然说比战狼版要差一点，因为战狼版的怪多嘛，都是双倍的。当然这个版本确实是有东西。好，下马啊，但是在水里还可以继续上啊。水里上马。OK， 血杀一根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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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这个在马上可以抓到刷啊！我跟大家伙讲，这个技能呢，其实一点用都没有。按照正常来讲，除了这个地图，这个地图呢，因为它上下的 V 轴啊比较短，反而你一直刷呢有好处。你看，这个比较简单，一直开连发就行啊。啊，刷！哎呦我去！姜维和邓艾哪个牛逼一点？你这个话问的，那你要是论这个功绩来讲，肯定是邓艾厉害啊！人邓艾对吧？偷袭蜀汉，直取阴平，确实成了呀，对吧？但你就这个人气来讲，那肯定是姜维人气高啊，对不对？而且姜维打的是逆风局，对吧？外忧内患，不过人家邓艾也有患呢，邓艾人家后面。对吧？也不是听命于皇帝，他不听命于杜康。我跟你说，就根儿上的事儿啊，他听谁的？他听这个司马昭的。然后司马昭呢，还对他有戒心。正所谓君疑臣，则臣必死。邓艾就是前车之鉴啊，一计害三贤。那你问我钟会厉害，还是姜维厉害，还是谁厉害？主要是看你打的是对吧？这个顺风局还是逆风局啊？对吧？姜维打逆风局啊，但你想想啊，姜维他也最开始他也是魏势力的呀，他也是这个天水的魏势力的人啊。按照成功的角度上来讲，钟会成功了啊，对吧？这个攻克汉中之后呢，然后这个跟这个剑阁里面跟这个邓艾呢这个对峙啊，在这个剑阁这个关卡里对峙啊，那剑阁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，而邓艾呢就是偷袭阴平成功。
啊，但是呢也历尽了千辛万苦。不过呢，这3个人最后都死了，没有什么好下场。论成功，他们仨人都成功了啊，对吧？这个论失败，他们仨人都失败了，所以说也就那么回事啊。你要问我他们仨我觉得就是一个级别差不多。只不过如果论情商来讲，论智商、情商来讲啊，这个邓艾弱一点啊，邓艾情商低的啊，这跟他小的时候的经历有关啊，他小时候经历不太好，这个是这个意思。性格上最好的其实反而是谁？反而是钟会啊。这个钟会呢，命不在他啊。钟会呢也确实是，钟会呢就是敢干那一手的，而姜维就不行。姜维看不清形势啊，这个还是想要让自己自己这个蜀汉啊，可能他对这个他太忠义了啊。在那个时代，忠义呢确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人品保证书，也是之所以就是大家伙觉得他是人气高。啊，对吧？天水麒麟儿啊，但是呢，那种情况之下，刘禅都已经投降了啊，是吧？他还在想着光复这个蜀汉的基业啊，这个他连先帝他都没见过，他只知道诸葛丞相，对吧？这个也是一个比较执着的人啊，非常值得被歌颂。但是呢，看不清形势啊。我来了都以为我退网了，也快退了，这他妈今天得知噩耗啊！好，最后一点血，这感觉他打这个太稳了，随便卡兵啊，太赖了。一个修留步，来，我看看啊，最后那个曹操也捅死啊，曹操就别放他走了，看看怎么捅死他。魏延说曹操，我跟你说，我就是没见过这个人儿啊。我操，放他走了啊，可以，这个放他走，这是正常的故事线啊。这个结局是正常的故事线，两个都是 这个 F 线啊，就是传说中的 IF 线。也就是说，如果杀了他呢，就一统三国；如果放他走呢，就是正常啊，魏蜀吴三国。如果要是杀他，结果没杀了，他跑了，结果呢，曹操回去之后呢，重整兵马，把两家全灭了，啊，就这么回事。OK， 啊，再次感谢我们的荆门大力高号表演的这么一个精彩的节目啊，在片尾的最后呢，也是感谢到我的收听。